大家好啊，这个今天呢，我在做这第二段啊，第二段主要是讲的是老北京的小菜儿。这小菜儿的话呢，等了很久时间才想起来到底应该怎么做啊。但是现在我就给你列一个大概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了哈。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叫做蒜泥肘子，据说这是凉菜里的战斗机，也是老北京喝小酒必须配的一个菜。它的肉质软烂啊，这个据说是让人食欲大开。那么第二道菜呢，就是猪头肉。这猪头肉呢很好吃，但是呢你吃多了话呢有点腻。如果你用猪头肉啊加佐料拌了拌，再炒几个鸡蛋，再用好大葱和酱来卷一卷，就是不错了。第三道呢就是炸花生米，就凉菜里面吃点有嚼头的，就是花生米蘸着盐花。那么第四个呢就叫赛黄瓜。这道菜叫赛黄瓜呢，实际上还和香瓜是没一点关系，就是也跟黄瓜也没关系。它主料其实是梨什么金糕啊，它吃起来清凉爽口。而松花蛋呢是第五个啊，是要撒姜末的。然后还有小葱拌豆腐，那是第六项，叫做它是色泽素雅淡洁啊，一清二白就是它了。就是老北京做人一样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就要吃一清二白的这个小葱拌豆腐。第七个呢是凉拌猪耳朵，属于尝这个咯吱咯吱的响声，用的呢实际上是香菜啊拌在一块儿。第八个呢叫芝麻酱拌茄子泥，就是说北京人啊夏天的标配，它用的是茄子泥，软烂可口，适合老年人，再加上茄子泥吃着呢爽口开胃。那么一大盘啊软嫩凉爽的蒸茄子泥，吃着很过瘾。第九道呢就是以前啊呃比较厉害的一菜，叫做老虎菜。以前我跟我一同事啊，就在纽约曼哈顿吃老虎菜，结果当初不知道老虎菜是什么，看着也不错啊，以为老虎菜是东北菜，结果呢，看见里面是黄瓜、香菜、青椒，还有黄酱，还有大葱。结果吃的老虎菜，好家伙，第二天的话就直接上厕所了，跑厕所了。人家说这老虎菜这个够力啊，三大辣。第10项呢就是肉皮冻，这肉皮冻呢，人家说非常解馋啊，我感觉当然如果你不觉腻的话，应该也不错。有猪肉皮儿、花椒粒儿、味精盐为主料，制作简单，物美价廉啊，它专门是可以补充你的胶原蛋白。那么第11个的北京的那个小菜呢，叫做拍黄瓜。这拍黄瓜是北京人平时最常吃的菜了。尤其是哥儿几个撸串喝酒的时候来盘拍黄瓜，那是清脆可口啊，清油解腻。第12个呢叫做花毛一体。这什么叫花毛一体呢？就是北京人夏天在大排档喝酒啊，顶多就是煮花生和煮毛豆。那么这东西呢，煮花生呢还必须得带壳，煮毛豆呢都是用五香的啊，用八角、花椒、小茴香、姜片、盐、小辣椒放在一块儿，在锅里一煮水，满屋子飘香。第13个呢，北京的菜呢叫酱牛肉。这是咱老北京人吃的这凉菜里面最硬的这个菜，就是酱牛肉了。就跟这个武松啊，过景阳冈打虎的武松，在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这个体现了北京人的性格爽直和待客的热情。所以你在大街上啊，你听见谁喝酒吃着什么红烧肉、大排骨，那肯定就不是北京人。真的北京人就吃酱牛肉。那么第14个北京的这个小吃呢，就是糖拌西红柿。这糖拌西红柿的灵魂呢，在于那最后那口酸甜的汤。能用白糖拌着吃的蔬菜是不多的啊。理论上是心里没有萝卜，白菜、西红柿数得来的啊。但是萝卜和白菜呢，除了白糖外呢，还得往里面掺别的东西，像醋啊、香油之类的。唯独西红柿只要放白糖，其他的都不用放。所以糖拌西红柿最好是用砂糖，吃到嘴里的啊，那咯吱咯吱的那种酸甜适口，不错。最后连汤汁儿你估计都给喝了。那么北京的这个小吃里面的第15道小菜呢，叫做拌海带。这拌海带小时候是为了家长给小孩补碘用的，然后免得他们患大脖子病。过去的海带我们就看见了，都是干的啊，干发的，要吃得放水里去发。那么凉拌海带加黄豆，再加上辣椒佐料，一人吃一盘没问题。那第16道北京的小菜呢，叫做芝麻酱钵鱼儿。这钵鱼儿的口感呢像果冻一样，形状像小鱼儿。它的餐桌上呢是有一道钵鱼儿呢，得用盆儿，然后用勺挖着吃。
就是没等热菜上来，一碗米饭吃完了。然后第17道北京的小菜呢，叫做拌豆腐丝儿。拌豆腐丝儿呢也是清爽，把大葱和香菜同时放进去，然后豆腐丝儿的香味呢融合在里面，这样三者结合就是北京正宗的美味儿。所以北京人呢不仅爱把拌豆腐丝儿当凉菜，平时呢就是就着小米粥也是一种常见的吃法。那么第18项呢，北京的小菜呢叫做芥末鸭掌，这是北京经典的凉菜，主要呢是用来做开胃菜的时候，它的工艺简单然后将鸭掌煮熟后反复冲凉，再配上自制的芥末酱，再配上黄瓜片，所以这个鸭掌的这个 Q 感黄瓜片这个清爽一平衡，再加上口感辛辣窜脑门，这是典型的北京小菜第18项。第19个呢，就是看着比较腻的，叫做水晶肘子。水晶肘子是一道非常讲究的菜选料上只选猪前肘筋腱相间、皮肉相连的最顺溜部分，它兑上糖酒、葱姜，再加上回汤冷冻。那么肘子的关键是肉皮儿必须得好，冻后的水晶的效果正出于此。然后切成片，蘸着醋、香油、酱油、蒜泥，吃的是爽口。那么这么看来说北京人是真的太会吃了。怎么样？我提的这些北京的小吃，想不想尝尝？想尝的话，到纽约法拉盛来，这边的这个超市里面，旁边的这个小店里面，都是北京人做的，都是北京小吃。抽空过来喝一小酒喽。